当我们谈论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时，灰犀牛和黑天鹅这两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灰犀牛事件如气候变化、经济泡沫、政治动荡，虽然预兆明显，但往往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短视或社会的惰性而被忽略。这些危机像一头冷漠的巨兽，缓慢而坚定地朝我们迈进，但我们往往选择视而不见，直到它们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另一方面，黑天鹅事件如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政治暴乱，常常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这些事件由于其不可预测性，使得我们在策略规划和风险管理上面临巨大挑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两种类型的风险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诸如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监管，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调整，都是对灰犀牛事件的回应。同时，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在努力加强对黑天鹅事件的应急准备，如提高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防范能力。这种危机管理的转变，反映了我们对于风险认知的成熟和对未来挑战的深刻理解。它要求政策制定者、企业领导者乃至普通公民，都必须具备对潜在风险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以及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在处理灰犀牛事件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那些长期、逐渐累积的风险，并采取前瞻性策略来减轻它们的影响。而在面对黑天鹅事件时，我们则需要提高灵活性和应急反应能力，以快速有效地应对突发情况。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灰犀牛与黑天鹅概念的实际应用时，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这场危机被视为典型的灰犀牛事件，其成因与影响深远且复杂，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8年，美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信贷市场的过度膨胀。这些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积累多年，但在危机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正符合灰犀牛事件的特点，明显但被忽视的风险。在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首先，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此外，政府实施了数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包括对重要金融机构的直接资金注入。这些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金融系统的完全崩溃，同时保持市场流动性，缓解信贷紧缩。这场危机也促使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它包括对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提高透明度，以及设立了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除了立法和监管措施外，危机还促使政府和私营部门重新评估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风险管理方法。许多机构开始更加重视风险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的识别和控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应对措施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转变。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事件，它还揭示了全球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包括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以及金融监管的缺陷。因此，对这场危机的回应不仅是对即时问题的处理，更是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新思考和重塑。这个案例展示了灰犀牛事件的特点和应对策略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即使是看似缓慢发展的危机，也可能突然加速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提前识别和积极应对这些风险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还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随后的应对措施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转变。
这些转变不仅在于政策层面的调整，还包括了金融市场、企业运营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首先，在政策层面上，通过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改革，美国政府对金融行业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这包括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以确保他们能够抵御未来的金融震荡，增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些改革旨在减少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其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机后，美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期间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行业，尤其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经历了重大的调整。同时，政府和私营部门开始更加重视创新和技术的作用，推动了以科技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在社会层面，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深远且持久。许多家庭因为房屋被收回、投资损失或失业而面临经济困难，这导致了消费者支出的减少，进一步影响了经济的复苏。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失业救济和住房援助等，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此外，金融危机也激发了关于金融道德和责任的全国性讨论。许多人开始质疑那些导致危机的金融实践和决策，推动了对金融业道德规范的重新审视。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促使金融机构开始重视社会责任和透明度，改善与公众的沟通和信任。总体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不仅改变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还对经济结构、企业战略和社会心态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次危机和应对措施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教训，特别是在面对灰犀牛事件时，如何采取前瞻性和有效的策略。这个案例也证明了，在全球化和高度互联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危机管理策略不仅影响其自身，还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对于灰犀牛事件的预测和管理，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协调。通过共享信息、经验和策略，各国可以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复杂且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风险和挑战。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应对措施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因为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也因为这场危机凸显了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促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策略。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直接的冲击，许多国家的出口市场受到影响，国际投资和信贷市场紧缩，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影响迫使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经济下滑和市场不稳定。例如，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纷纷实施了财政刺激计划，降低利率，甚至进行货币干预，以维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增长。其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新评估和改革。许多国家认识到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开始改进自己的金融监管框架和政策。例如，欧盟加强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加大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亚洲一些国家也增加了对金融机构的监控，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此外，金融危机还促进了国际间在金融监管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面对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单一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健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和20国集团 G20 等国际机构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应对措施引发了全球关于经济治理、金融稳定和社会公正的讨论。这场危机凸显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的讨论促使各国政府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和经济公平。
推动了包括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综上所述，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应对策略，不仅对美国自身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危机教会了世界各国一个重要的教训：在高度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决策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与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因此，面对未来可能的灰犀牛事件，全球合作和协调将是关键。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